好运来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。兄弟姐妹，乌鸦嘴小师妹出关了！10001000有魔鬼怪，不要行！你们躲什么嘛？好运霉运皆是定数，你们躲不掉的。大师兄，你今天注定有血光之灾。你闭嘴！我现在一天都在屋里打洞，我哪也不去。我们走！你乌鸦嘴太灵验了！大家千万不要和他说话，不然肯定会倒霉的。师姐，师姐，你今天的丝带真好看，不过你要小心了，关里到处都是火烛，千万别点着了。没事，你乌鸦嘴。让你别惹他！上回他说我遇水则发，我在茅坑泡了3天。小师弟，你今天身上水气很重哎，小心蛟龙化水，发作雷锋哦。哎呦我的天！天上青蛙里哪有雷啊？KO。雷和电都一样嘛，说了让你小心一点。求求你了，别再说了！小祖宗，你快回去吧！师傅，你快回来管小就是了！徒儿，天机不可说尽，因果不可道破。师傅，你慢点，小心跟山了。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结束啊！灵儿，你上山多久了？到今天整整18年吧。是时候了。刚才苏家送来信儿，说你爷爷病危，只剩一口气儿了，他想见你最后一面。你下山吧。下山？你本是云城苏家的千金小姐，当年苏家气数将尽，你爷爷送你上山修功德。如今你随手点拨过3个外门弟子，他们便成立大夏3大宗门。师傅看你学法有成，可以回苏家了。回苏家？可是师傅，我舍不得您，舍不得师兄、师姐和师弟。这是命数。如今苏家的生机，或许就在你这张嘴上。再说你们苏家，可是京城首富，你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真的？我想吃龙虾、烧鸡、芙蓉糕，都行。那就看你能否在苏家立足，祝苏家转危为安了。小小苏家，徒儿轻松拿捏，这就下山。师傅，您保重，小心别再摔了。你就走吧，师傅怎么会？哎呀！原来我家这么近，好重的煞气，看来苏家有大麻烦。你看，她就是老爷的山里养了18年的野丫头，老太爷真是老糊涂了，非要让这灾星回来，就该让她在乡下自生自灭，真是晦气。喂，说话这么没有口德，小心血光之灾！你和野丫头说什么呢？真是狗嘴里吐出象牙！啊！
要啥呢这是？老爷太邪乎了，他果然是灾星，简直长了个乌鸦嘴。你什么人，敢在我苏家闹事儿？像你这副寒酸打扮，怕是哪来的叫花子吧？要饭也不看看这是哪？爸，大哥，看他也挺可怜的，不如我们发发慈悲，家里的剩饭剩菜呀，也别喂狗，留给他好了。狗饭你们还是留给你们狗吧，怪不得你们一家人都狗眼看人低。我真庆幸没有在这样的家里长大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在山上，大家叫我林仙儿；下了山，我有个俗名苏念念。你就是那个灾星苏念念。苏念念，你不老是在山上待着，跑回苏家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！是爷爷叫我回来的，要是你们求我来，我都不来了。你爷爷不可能，他现在重病缠身，神志不清，他叫你一个灾星回来干嘛？就是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苏家不是你想回就能回的。念念姐姐，你也别怪全家不待见你，谁让你是个灾星呢？你回来只会给苏家增添晦气。是吗？那这18年我都不在苏家，苏家怎么看起来乌烟瘴气、厄运缠身，一直走霉运？我看你是听说爷爷身体不好，赶回来分遗产吧。爷爷现在可受不得刺激。苏念念，你回来只会让苏家更倒霉，说不定啊还会克死爷爷，还不赶紧离开？老太爷问，是不是念念小姐回来了？他让你们都进去呢。爸，爷爷，念念，你来。念念，我的好孙女儿，苏家对不起你，这18年你受苦了，现在你是苏家唯一的希望了。爷爷，就算爷爷求你了，苏家的这些后辈都是败家子、寄生虫，还有内鬼勾结外边的家族，觊觎苏家的产业，苏家就要垮了。妈，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呀！你这……对啊，爷爷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！爷爷，爷爷一直都在关注，我知道你善良正直，还学了一身的本事，苏家就靠你了。是苏家的张家业，以后苏家就交给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苏家的新家。爸，行不行爸？哎，这苏家新家不能给他呀，爸！爷爷，你不能这么死啊！管家，快叫一声救救爷爷，快！老爷，小少爷，你们都别说了，老太爷已经去了。都怪你这个克星，一回来就克死了爷爷。苏家新家主，给谁都行，就是轮不到你。你有什么资格拿苏家的张家业？快还给爸爸！这是爷爷的临终遗愿，我不能辜负他老人家。
你们都听好，我就是苏家的新家主，我看谁不服。老太爷临终嘱托，你们都听到了，这件事儿他早就立了遗嘱。念念小姐不仅是苏家的新家主，也是苏氏集团的掌权人。什么？他凭什么呀？他老爷子怎么能立这样遗嘱呢？我爷爷真是老糊涂了。苏念念，你问问自己，有没有本事掌控苏家，继承苏家的产业？就是啊，一个乡巴佬上过学吗？能干什么？懂公司的事儿吗？没错，苏家的产业是我们的，那交到你手里，那肯定就毁了。爷爷说的没错，就冲你们这些败家玩意儿，苏家只有我掌权，才有希望，你们才有活路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一个被苏家抛弃的灾星，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还掌管苏家。苏念念，赶紧把掌金玉还给爸爸。苏念念，你以为自己回来就能破坏我的计划？苏家只能是我的。怪不得爷爷说家里出了内奸，我看就是你吧。你在说什么？爸，大哥，你们看他！听说我被送上山之后，他们收养了你，你一个养女，敢对我爷爷的遗嘱说三道四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你啊！我这舌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放肆！欣欣的就是我收养的，那就是苏家唯一的女儿。你连苏家的人理都不算，你爷爷的遗嘱就不管用。爷爷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敢忤逆他的遗嘱，不怕遭雷劈吗？你等着，把他带上医院啊！苏念念，欣欣在我苏家10几年，她就是我的亲妹妹，她要是出了事，我饶不了你。苏长信，你急什么？小心点，别摔了！胡说什么？这是我家，我怎么会？你还真是乌鸦嘴，真是倒霉！管家，小姐，您现在是苏家新任家主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先筹备爷爷的葬礼吧，我要好好治一治苏家这些不孝子孙。伯伯，二少爷刚打来电话，让你赶紧给他打一笔钱，他在赌场等着用呢。这个二少爷太过分了，整天不回家，就知道喝酒赌博，谁也管不了啊。是吗？没人管得了，那这个纨绔就交给我了。苏少，今天手机不顺，要不歇歇？歇什么？苏少已经让家里人送钱了。上个月苏少一把输了300万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没错，都是小钱，图个乐子而已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苏少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巴。听说你们苏氏集团的南城项目出了点问题。你消息倒是挺灵通啊，生意上的事都是小事儿，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就一个玩儿。是啊，苏家的产业过1000亿啊，堂堂苏家二少爷怎么怕钱呢？哎呀，苏少，要不我老大的一次性翻盘。当然，要是你觉得风险太大，你说什么呢？玩多大，本少爷奉陪到底。那好，我们俩各出5000万，苏少的你就出你们苏氏集团5%的股份，一局定胜负，合情合理啊。逢赌未必输，我苏长洛什么时候怕？不就是5%的股份吗？就当给兄弟们助兴了，接着玩。玩什么玩？苏二少，你可真是个败家子。
哪儿来的野丫头，敢对苏少出言不敬？这么不懂规矩，还不给苏少道歉？我还没急呢，你们急什么？你这新来的陪酒小妹性子挺野啊，要不要陪哥哥喝一杯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还喝酒赌博，你不怕一口呛死你？你这乌鸦嘴，我家能出什么事？赶紧滚，别扰了老子的雅兴！你还真是苏家的不孝子孙啊！爷爷都去世了，你还在这里赌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谁呀？敢来这儿撒野？我就是18年前被你们赶出家门的那个小女孩，你的妹妹，苏念念。是你？你这个灾星怎么回来了？我不但回来了，而且我现在还是苏家的新任家主。现在跟我回去，给爷爷磕头守灵。放肆！你还敢咒我爷爷？还什么新任家主？你配吗？你要是再胡说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打出去？苏少，这就是你家那个灾星妹妹啊！既然你妹妹命令你回去了，你就乖乖回家嘛。是，以后啊，你就听她的，不要来这种场合了。都给我闭嘴！你立刻给我滚！来，我们接着玩。你还要赌？好，我跟你赌一把，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可是你拿什么跟我赌啊？你有钱吗？赌钱多没意思。如果我赢了，你立刻跟我回去；如果我输了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立刻滚出苏家，永远待在你那山上，再别下来。好，赌什么？咱们就赌扑克，一局定胜负。别说我欺负你，牌我让你自己洗。你连牌都拿不稳，也敢上桌跟我赌？苏少，这还用赌吗？结局明摆着了。小丫头，别丢人现眼了，赶紧认输吧。请吧。苏念念，你连在赌桌上的规则都不懂啊？你连自己的牌是什么都不看，你装什么？看不看有什么区别吗？结局在你摸牌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。说得好，结局已定。那你既然想输，我成全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手上的可是最好的7手牌，这把注定要赢。只让你滚出苏家也太没意思了。我要加注。你加什么，我都跟。好。如果你输了，就给我跪在这玻璃碴上，磕100个响头，磕到头破血流再滚。好，我跟。苏念念，这把我赢定了，我要继续加注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就要你这只手。你要是不敢，现在就认输。你输了可别后悔。我跟。苏念念，这把我赢定了，你就等着给我磕100个头，断一只手，然后滚出苏家吧。人狂必有祸，小心一手好牌打稀烂。少废话，我看你等会儿怎么哭着求我。皇家同花顺，我赢了！这怎么回事？我的一手好牌呢？你就凭一张乌鸦嘴就能换走我的好牌？问题是你出奸了10赌9诈的道理你都不懂，你以为他们平时给你做的局还少吗？你还不服？我就不服！我今天就先撕烂你这张乌鸦嘴！
从今往后，我要让你永远也说不了话。我帮你，你打我，信不信你当场遭报应，跪下来求我？你在说什么梦话呢？让我跪你，老子不信！我的腿怎么不听使唤？这就是我们的赌注，你该磕头了。我给你苏念念，你这个灾星在山上都学了什么法术？苏少，你怎么给这乡巴佬磕头呢？你要是传出去，你可怎么混呀？是啊，叔少，你可得给我们云城贵圈争面子啊！打回去！你们几个还真会煽风点火，小心祸从口出，嘴巴遭殃。苏念念，你连我朋友也敢欺负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这也算朋友，真是好赖不分。别忘了，咱们还有赌注，你这只手归我了。我的手怎么？苏念念，你敢动我的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这次就先给你个教训，以后如果再敢赌博败家，你这只手就真的没了。走，回家。小姐竟然真把二公子带回家了，她还真有手段。爷爷真的去世了。爷爷，对不起，孙子回来晚了。这个苏长乐还有点良心，只是误歧途太久了。爷爷，你安心去吧，他和苏家那些废物，我会好好整治的。你说谁是废物啊？苏念念，苏家让你回来看爷爷最后一眼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整治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说了，我是苏家的新家主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一定是你偷来的掌家业！一定是你偷来的掌家业！管教！二少爷，是真的，是我亲眼看着老太爷给小姐的，还有老太爷留下的遗嘱为证。你闭嘴！怎么还不服？你还欠我一只手呢！把手断了，再跟我谈条件。这爷爷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竟然让一个在乡下长大的野丫头掌管苏家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儿子，你在这儿生闷气，也于事无补啊。爸，他现在有苏家的掌家业，还有爷爷的遗嘱，我们难道就这么认了？是啊，而且血浓于水，她才是苏家真正大小姐，肯定容不下我。我毕竟只是个外人。什么外人？欣欣，你就是我苏建成的女儿，苏念念绝不敢动你一指头，也绝不能让她染指苏家的千亿资产。没错，一个克死母亲，害死全家的灾星，怎么配当苏家的家主？必须把他赶出去。可是他在山上学了一身歪门邪道的本事，他那个乌鸦嘴，说谁倒霉谁就倒霉，我们怎么对付得了啊？那点歪门邪道的功夫又怎么样？那得看实力。明天我就召开临时的股东大会，到时候就算他有遗嘱和掌家印，那也是摆设。没错，他只不过是有些三脚猫的法术。保险起见，明天我会喊上黑三爷，给咱们撑场面。你是说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黑三？你能请动他？是要花点钱搭上点人气啊。
但只要能把苏念念那个灾星压得彻底翻过身，也值了。好，明天咱们就让所有人都看看，到底谁才是苏家的主人，让那个灾星苏念念永远的滚出苏家。苏老爷子走了，这么大的家业交给您，您可要撑住啊！苏总，我听说您还有个女儿，刚回苏家就接管了苏氏集团，我们可都是您的人，不会被她清扫出局吧？这可不好说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那个苏念念是天生的灾星，现在掌管苏家，别说你们了，就连我们苏家人都自身难保。大家别担心，商场如战场，靠的就是真枪真刀的实力。没错。只要大家支持我们，苏家不会亏待各位的。大家请放心，她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还不配和我斗。你站起来。我是你爸，你就跟我这么说话？你还真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那可是主座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？是啊，念念姐姐，爷爷尸骨未寒，你要再这样闹下去，爷爷会死不瞑目的。要是爷爷在天之灵，第一个找出苏家的内奸，活活吓死他。在苏家，主座是家主做的，你觉得自己坐得住吗？我就做了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这乌鸦嘴这么邪门吗？爸，他也太不懂规矩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苏家主位上？我替爷爷掌管苏家，接管苏氏集团，坐在这里，天经地义。各位，这是苏老爷生前立下的遗嘱，苏氏产业由苏念念继承，她就是法定的集团继承人。呸！就凭你一个乡巴佬，你还想当董事长？当董事长得靠实力，那得看股份。没错，你在集团没有1分钱股份，我们不认。我们不认，不认，不认！看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。爷爷刚去世，你们就联合起来违抗他的遗嘱，就不怕我爷爷来找你算账吗？哎，你个乌鸦嘴，你别在这装神弄鬼啊！你吓唬谁呢？我爷爷的遗嘱你们不认，看来你们是不服我。谁不服，尽管出来。凭你想当苏家的家主，没有这个资格。苏念念，你可看好了，我身边这位就是云城大名鼎鼎的黑三爷。那在云城可是人人都惹不起的大人物呀。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常洛请来了黑三爷，你最好趁他动手之前，乖乖的磕头给我们认错。没错，你现在乖乖的把家主的位置让出来，然后滚得远远的，要不然我们可就请黑三爷动手了。什么黑三黑四，苏家这个位置我坐定，谁不服尽管过来。发丝，你就是苏家那个倒霉丫头，老子不允许云城有这么狂妄的人，更何况，哼，只是个黄毛丫头。小姐，这个黑三心狠手辣，你还是不要去惹他。怎么样？听了黑三爷的威名，还不赶紧下跪磕头，求我留你半条狗命？黑三，我还真听过，这名字和我们山上流浪狗一模一样，我们叫它小黑黑。操死！
你个乡巴佬，真是无知者无畏！我只用动手指头就能灭了你！小黑黑，你叫的比狗还凶，还仗势欺人，真是见收拾！你敢骂我？你看我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！哇，说这么老套的台词，小仙真的掉眼。还真是满地找牙啊！这到底什么人？黑三爷，你可千万别被他唬住了。他最厉害的就是那张乌鸦嘴，你这其实就是运气不好。这么多人在这看着呢，你可千万不能丢了飞天门的脸呐！是啊，黑三爷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，还要掌嘴100下，让他说不了话。我愣着干什么呢？一起上！打他！小黑黑，我不妨告诉你，就你们那点皮毛功夫，根本进不了我的身。一群没用的毒品，滚下去！黑三爷，我可是花重金请你过来的，你该不会连一个小丫头都对付不过吧？混账东西，连你也敢追我！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，老子我要他的命！死丫头，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就你这把玩具枪，打得响吗？不用，黑三爷，大小姐，是老爷临终前托付我的人。小姐，那可是枪啊，会出人命的，你就服个软吧。小黑黑，你真以为云城没有王法吗？敢当着这么多的人面开枪，我看你才是自寻死路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我最恨你这张臭嘴。等我把你的嘴巴打成筛子，我看你还怎么叭叭。哎，黑三爷，这可是在我们集团不能开枪，这真闹出人命来，这责任我们担不起。是啊，我们把他赶出去就行了。您开枪性质就全免了。对，黑三爷，对付这个死丫头不用开枪，您就把她暴揍一顿，让她留下来股权，让她滚蛋就好了。软蛋，收货！一家子都是没用的蠢货！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让我弄死他吗？现在老子动真格的了，你们都怂了！活该你们被他踩到脚底下！小黑黑，你持枪威胁，意图杀人，知道是什么罪过吗？你少废话，苏念念，现在枪口指着你呢，来，跪下，恭恭敬敬的叫声黑三爷。还有，你刚才骂了我几声小黑黑，现在就抽自己几个耳光，抽到我满意为止。跪你，你受得起吗？小黑黑，打了你的嘴，我看你还敢胡叫！不要开枪，黑三爷，求求你，大小姐是我们老爷临终前托付给我的人。我给我滚蛋！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信不信老子先崩了你？你要真开枪，就先打死我吧！我这个命是老爷救的，今天就算是死在这里，也算是报答老爷的恩情。去伺候老爷。大小姐，她不弄这事儿啊，她是无辜的。她从出生就被送上山，吃了多少的苦，受了多少的罪，在老太太心中一直觉得亏欠了她。如今大小姐临危受命，不计前嫌，挽救苏家，她是我们苏家唯一的希望啊！你个老东西，还敢替他说话？滚下来！管家，这个。大小姐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不用担心，这玩意伤不到我，根本打不醒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真以为自己是神仙？枪，这是真枪！还敢在这大言不惭？去死吧你！又说准了，这枪真就变成铁疙瘩了。是啊，他的乌鸦嘴真的这么灵？他一句话就能让枪失灵，这何止是乌鸦嘴啊，这是法术啊！哼，什么乌鸦嘴？
刚才只是卡壳而已，握得挺好着呢。苏念念，我现在就送你去找你爷爷去。李三爷，杀人得偿命，这事儿闹大了，大家都不好。咱们好好说，跟他不值当。闭嘴！再啰嗦，我身上崩了你这个老混蛋！苏念念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下地狱跟你爷爷团聚去！这什么情况啊？我就不信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咋回事儿？啥情况啊？哦，你真是什么乌鸦嘴？所说的话都会灵验，或者这儿闹鬼？你还是相信闹鬼吧，因为我爷爷看不得有人欺负他孙女，想要他孙女的命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这世上哪有鬼？我就是成卡壳了，简直是一条疯狗！别再开枪了，小心炸膛，炸烂你的手！你闭嘴！我就不信！我的手啊！你看吧，我就说我爷爷保护我呢。苏老太爷，我错了，都是苏家少爷，他们给我钱让我来的，别怨我。苏老太爷，我知道怕了，还不滚出去！滚！爸爸呀！哎呦，这儿子不孝啊，惊扰了您的安息了。我这都是为了苏家好啊！我求求您别怪罪，别怪罪啊！爷爷，我们不该造次了，求求你千万别吓我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说苏念念是灾星的，我不应该去赌博的。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伤害我们呐！啊！我爷爷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找人对付我，甚至想要我的命是吗？我什么我？大哥，在你眼里我就是山野村夫，死不足惜是吗？念念，大哥不是你想那样，我二哥，你平时败家也就算了，现在拿着苏家的钱，请人来杀我这个苏家的新任家主是吗？我那都是胡说八道的。我可没说话，看到你这张脸，我手就痒。今天就把话说清楚，我是爷爷指定的董事长。是苏家的新任家主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爸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被他吓破胆了，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啊！明明是黑三爷没本事，拿一把破枪，他就是吓唬你们的。苏欣欣，你拼命把水搅浑，就是想要我的命。真正处心积虑想要霸占苏家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你。你这个笨人！自从你回苏家就看我不顺眼，想方设法想把我这个给养女赶出苏家。我看啊，就是你想一个人独占这份宠爱和家产。你说的还真对，我就是看你不顺眼，就是想把你赶出苏家，就是想要掌控苏家。爸，您才是一家之主啊，怎么能被他吓到？他再怎么说，这是你女儿啊。是啊，爸，你要再不说话，苏家就真成他的。爸。这个时候您得站出来呀！咱们全家都支持你，跟他斗到底。今天苏家人和各位股东都在，既然大家没有意见，那大小姐就正式继承苏氏集团，成为下一届的新任董事长。大家等等，我反对。苏建成，你有什么资格反对？
你放肆！苏建成那也是你叫的，我当然有资格了，我是你爸。就是苏念念，我不管你之前在山上是什么身份，你现在又有什么手段，但是你在苏家，你就是爸的女儿，就是我们的妹妹而已。没错，这里不是乐族，这里是云城，是苏家，是商场，你连学都没上过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苏家有上千亿资产，你一个乡下来的懂什么啊？以为是过家家？这么说，爷爷的遗嘱你们都不认，那你们总该认这个吧？各位，老太爷在去世前已经签了协议，把他集团名下的40%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了大小姐。这老爷子也太糊涂了，他怎么把自己的股权全都给你呢？凭什么呀？就凭你们只会挥霍败家，把苏氏集团交给你们，就真的完了？你们只会毁了苏氏，只有我能救苏氏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苏念念，你别得意，你有了老爷子股份又能怎么样？真正能掌控苏氏集团的，那要靠商业手段。你连商业都不懂，你光有股权，那有个屁用啊！没错，你这个野丫头，连正经学都没上过，别说商业经营了，就连股份是什么，你都不懂啊！苏念念，你立刻马上把你手上的股份全都给我们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我手上有40%的股份，是第一大股东，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苏念念，恐怕你不知道苏氏集团的股权结构吧？那我给你好好算算，爸手里有20%的股份，大哥、二哥各15%，我有5%，这加起来就55%了，再加上其他各位股东的股份。没错，我们所有的股份加起来，足以碾压你了。苏念念，你一个人能对抗我们这么多人吗？董事长的位子不是那么好做的，你根本不是做家主的料。55%，没错，你们加起来确实比我多。可是，你们4个人真的能加在一起吗？你们愿意把自己的股份合并，交给一个人行使投票权，然后跟我争夺董事长之位吗？既然你这么热心，不如先把你5%的股份拿出来，交给谁呢？交给苏建成，还是你大哥，或者是你二爷？我自己的股份，当然我自己持有。那你呢？愿意把自己20%的股份拿出来交给2个儿子，还是让他们把股份交给你？这当然是他们给我了。怎么，你们2个不愿意？爸，您岁数大，弟弟又爱玩，不如你们把股份转让给我，我来经营分公司3年，业绩增长40%。凭什么呀？你那点业绩有什么用啊？你这双腿都瘫痪多少年了，你站都站不起来，你还跟我抢董事长？你们怎么不把股权都给我呢？还有你，苏西西！哎呀，够了！怎么回事啊？让苏念念挑唆几句，你们还内斗起来了？咱们得一致对外对付苏念念。你们几个人心怀鬼胎，一盘散沙。就算没有我，你们照样真的头破血流，让苏家4分5裂，破产倒闭。你少说这些废话，那股票全是虚的，真正掌管苏氏集团的，要靠的是商业运营手段。在这方面，你根本就没得比，是吗？有没有资格比一比不就知道了？如果我连你们都不如，那我确实没脸坐在这里，我主动退出。好啊，在座的董事高管都能见证，咱们就比比苏氏集团最重要也最能考验能力的业务——金融投资，你敢吗？大小姐，你不该答应我，你从来没有接触过金融投资，你难道早有准备？没有准备，我确实不懂。不过这么多人看着，我如果不答应多没面子，是吧？你说吧，怎么比？股市还有1个小时收盘，我们现场操作可以每个人选择一只股票，在收盘之前看谁的收益率最高，公平公正，实时可见。现场选股票最考验眼力、决断力和应变能力。没错，野丫头，你行吗？股票我确实不行，可是我有乌鸦嘴，你们不怕？
你以为凭你说几句话就能改变股市？我可警告你，你要是输了，就得当场把你所有的股权全都转让给我们，你敢吗？那如果我赢了，你们的股票全都归我。哎呀，你要能赢，那简直就见了鬼了！一言为定，现在就开始。他做了什么也不干，是故弄玄虚。爸，他一个小野丫头，除了杀手机还会什么呀？说不定啊，现在正在查什么是股票。哼，他这样的废物，一定一败涂地。我的天啊，苏念念，您竟然选了 ST 绿叶，这是最不被看好的垃圾股。果然是山里来的村姑呀，简直就是血完好，这回你死定了。大哥二哥，他想当众出丑，我们就成全他。苏念念，你真是好眼力呀，选的对，喜欢的话就多买点啊。大小姐，是不对啊，这 ST 绿叶连续3年受损，主业调量官司缠身，早就没人关注了。业内人都说他明年必退市，你竟然全仓买入，这不是？你想说我找死？可股票这玩意儿不就是瞎蒙吗？我看这个顺眼不行吗？大小姐，这玩笑开大了吧？我听说股市这玩意儿风云莫测，那不如随便一点，让上天决定呢。苏念念，你果然是在山里长大的野丫头啊！对金融投资那是狗屁不通啊！你以为这带绿字的就是好股票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快死的绿。姐姐啊，你知不知道股票有涨跌幅限制？你想靠运气炒股，这一只没人要的垃圾股会让你想卖都卖不掉。管他呢，好言拦不住该死的鬼。马上收盘了，我要看看你死的有多惨。苏念念，你可别把老爷子留给你点股份全搭理，选只正常点的股票，就算输了也别丢了苏家的脸。管家，那就把我的股份全部变现，买入这只垃圾股。大小姐，老爷的股份全部都给了你，你不能为了一时赌气过得不可帅呀！事已至此，来不及了，我自己来。苏念念，疯了吧？这显然就是自杀式的投资啊！我们等着收盘，看看到时候你怎么收场。看到了吗？垃圾股就是垃圾股。苏念念，你的乌鸦嘴不是很灵吗？你怎么不赶紧咒这只股票马上上涨？还有5分钟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姐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认输吧。现在抛售啊，还能剩点零钱，好让你买张车票滚回山。苏念念，你在苏家也闹够了，该收场了。现在你主动认输，大家脸上都好看啊！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个乡巴佬根本就不懂金融股市，把集团交到这样的人手里，大家能放心吗？苏念念，赶紧把你手里的股份全都转让给我们，滚出苏家！苏总说的对，这小姑娘玩股票也太儿戏了。大局已定，等 ST 股跌停板上，想卖都卖不掉，输定了。做人啊，说话不能太满，还有3分钟，说不定风云际会，万一世界上再出现什么大事，不就翻天覆地了吗？你那张嘴啊，就会胡说八道。那世界大事是你动动嘴皮子就能改变的吗？你这回还想翻身，
你想得美！姐姐，最后几分钟了还口出狂言，有什么意义啊？你马上就要身无分文、无家可归了，到时候你跪在地下给我们磕头都没有用。18年前，我被苏家人赶出家门，送上山，就一直身无分文、无家可归。这滋味是时候让你们尝一尝。这怎么可能？大小姐买的股票涨了，快看！逆转了！ST 利也疯了吗？那三只怎么突然跳水了？你看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的股票是谁在砸盘？假的，一定是系统出错了，要不然就是他动了手脚。我明明有内部消息，怎么搞的？你，苏念念，你用了什么妖术？你操纵股价？我一个乡巴佬能对股市做手脚，操控股价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大小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说了，股市这玩意就是运势，全靠瞎蒙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再说，你们平时都不看新闻的吗？国际产油区突发局部冲突，全球油价应声飙升5%，医药、科技等板块承压，传统能源等产业波动。原来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引发了全球市场的联动。ST 利业主营业务是本土生态修复，跟国际油价几乎无关，股价就绝对低位，还真成了风险标了。所以，我们选择那些医疗、科技、新能源。就是因为受到这种信息冲击较大的板块，所以才会尾盘跳水，是恐慌抛售。这个野丫头选的 ST 利益，竟然成了混乱中的避风港。我们的股票正好撞在枪口上。大小姐，这就是你说的风云际会、翻天覆地。那一切又被你这个乌鸦嘴给说准了。你们还觉得我这是乌鸦嘴？我这是金口玉言。全完了，我的钱都赔光了，我的豪车都没了。孙念念，你赢了。你现在看到我们从高处跌落下来，你满意了？是你们非要比的，可你们不学无术，拿着钱投资，这是自寻死路。你们还怪我？就是怪你，你就是我们苏家灾星。要是没有你，怎么会有这张投资密室？把我的一切都毁了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的一切都是从苏家窃取，就属你没资格跟我说。她才是我们苏氏的正牌大小姐。她手里的资产已经翻倍，足以成为我们苏氏集团的唯一大股东。现在是我给你们机会，你们可以把股份转让给我，我会给你们一笔钱，足够维持你们体面的生活，不必流落街头。念念，你能不能念在咱们父女一场？父女一场？当初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有想过父女一场吗？同意还是不同意？你们自己选。够了，转让股份吧，我们已经没得选了。至少我们能留下来保身的钱。公司现在还有几个空闲的职位，保安、保洁和仓库管理员。虽然薪资不多，但足够生活，这是看在爷爷的面子上最后的情。大家都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苏念念正式成为苏氏新任家主，苏氏集团唯一控股董事长。爷爷，你安心去吧。既然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就一定会重新振作苏家。大小姐，老爷子再见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，只怕苏家的其他人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没错，我们不会这么认了。爸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甘心让这个山沟里来的野丫头掌管苏家吗？苏念念，你刚才只是走了狗屎运，运气好而已，碰巧蒙对了一次。爸、大哥、二哥，苏家是咱们的，不能给他。
欣欣，别闹了，咱们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。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，只能承认他新的身份。是啊，想要留在苏家，想要有钱花，就只能这样。欣欣，你也认了吗？我不认！你们三个大男人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？苏家交给这个灾星，迟早要还啊！苏欣欣，你这么激动，煽动他们继续跟我斗，真的是为了苏家吗？还是害怕你的阴谋没法得逞？你这个笨人！苏念念，你为了独掌大权，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！我什么时候勾结四大家属了？你有证据没？苏念念，你已经赢了，你别再污蔑欣欣了。她就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子，她能有什么阴谋啊？没错，这些年欣欣得到了全家的爱，你不要因为嫉妒就随意诬陷。欣欣永远都是我的妹妹，就算你回归苏家，你也不能这么欺负她。人家刚把你们卖了，你们还替他说话，想要证据？好，我会给你们的。苏欣欣，你和四大家族某些人私底下勾结的事情，真以为查不到吗？从今往后，在苏家没有你这个人，给我滚！苏家的事还轮不到小丫头做主。你怎么回国了？哎，什么话？我亲弟弟去世，我能不回来吗？我还要看看他留下的家业被你们这些不孝子孙败成什么样子。我弟弟这一生白手起家，为了苏家呕心沥血，眼看家业壮大，可他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大伯，您节哀啊！这里是我弟弟一手创办的集团，刚才谁在这里发号施令、大呼小叫，这么不懂规矩？大老爷，刚才是咱们苏家大小姐苏念念，她是老爷临终前指定的集团继承人，苏家的新任家主。哦，你就是那个灾星苏念念。据说你一出生就给苏家带来一连串的厄运，现在你回来干什么？想继续害苏家吗？大爷爷，你说的对，就是他克死了爷爷，靠乌鸦嘴和歪门邪道，把爸和哥哥们都害得一无所有。大爷爷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放心，有我在这儿，我看谁敢在苏家的地盘上闹翻天，想搅乱我弟弟留下的基业，门都没有。守护苏家，糟老头子，就凭你？你说谁是糟老头子？说你了，你这糟老头子印堂发黑，头顶上盘旋着一股浓厚的贪狼煞气，是不是早已厄运缠身？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混账！你这张乌鸦嘴，少咒我！看你这恼羞成怒的样子，看来我说对了。就凭你这糟老头子，还想守护苏家？我看你是来者不善，另有所图吧。放肆！不准再叫我糟老头子！你敢如此污蔑长辈！我今天来是为了不让我弟弟留下的这份家业被你这个灾星败光，我是来拯救苏家的。大伯，您真的有办法拯救我们？是啊，大爷爷，我们现在都是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您这回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钱呢？是啊，大爷爷，您救救我们，您快把我们的债还上，将赌费赎回来。看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子，简直不配做苏家的子孙。等我先解决这个灾星，再慢慢收拾你们。你这个野丫头，活着的时候见不着，我弟弟死了分家产的时候，你倒是回来了。糟老头子，我是爷爷临终之前请回来的，否则我压根不会回苏家接手这个烂摊子。烂摊子！苏氏集团这几年的经营确实不怎么样，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苏家产业价值至少1000亿。没错，可今天差点被这几个败家子炒股赔光，幸亏我这张乌鸦嘴啊，让苏氏产业已经价值万亿了。大小姐独具慧眼，精准一言，
苏家的市值翻了好几倍，他是苏家的大巨星啊！大老爷，一直是老爷用分红给你做生活费，你可不能对不起老爷。呸！你这条老狗，老子在国外混得好着呢，她一个小丫头，不过是走了次狗屎运，还敢贪天之功，灾星就是灾星。苏氏产业能升值，是因为我们苏家运势太盛，跟她没有任何关系。大伯说的对，你这苏念念，你别以为你这次运气好，你就了不起了。这苏家的产业本来就是我们的，赶紧交出。没错，你掌管苏家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，快把股份还给爸爸和哥哥们，我们才是苏家的男人，不会害苏家。就是，苏家的股份本来就是爸和爷爷的，你拿着算怎么回事啊？赶紧还给我们！苏念念，你听到了吗？所有人都让你交出来，你还霸占着苏家东西不放，还要不要脸？都给我闭嘴！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你们要是真有本事对付他，还用得着我这把老骨头来接这烂摊子吗？都听我的，小丫头，乖乖把股份交出来，看在你姓苏的份上，还能给你留点嫁妆，否则怎么样？你如果是真心来吊唁爷爷的，我以新家主的身份欢迎你；如果你在这里上蹿下跳、图谋不轨的话，就立刻给我滚出去！糟老子！苏念念，这里我辈分最高，资格最老，我才是苏家一家之主。你敢触逆我，我就把你踢出家谱，从苏家出名。倚老卖老的糟老头子，苏家的家谱我好像从来没有上过，你还想把我除名？你还真是数典忘祖、六亲不认的东西，根本不配做苏家人。哼，看好了，这是200万的支票，只要你签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，这钱就是你的了。糟老头子，你怕不是没有睡醒吧？苏家产业价值万亿，你就想拿200万买走它？价值多少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一个没名没分的野丫头，握得住这么大的财富吗？你要是签了，你还有命花这些钱。如果你不签怎么样？不签，你就错过了这辈子翻身的唯一机会，这条小命也保不住了。我让你下去陪你爷爷，是吗？不是，大伯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你这200万，人家哪是买股份，您明抢您这是。是啊，大爷爷，我们敬您是长辈，还指望您回来主持公道，帮我们渡过难关。您怎么这样啊？大爷爷，您到底是过来帮我们的，还是坑我们的？您这200万打发叫花子呢？都给我闭嘴！干什么？想造反啊？你们能对付住他吗？是啊，爸、大哥、二哥，大爷爷这么做肯定是为了我们好，咱们就别给他添乱了。可我觉得这谭老人家这救星，这比苏念那灾星还狠呢，他就一口吞了苏氏，这是。住口！混账东西，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是在救你们，救苏家。苏念念，你到底签不签？糟老头子，你这出戏演的可真绝啊！不过我想知道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什么背后的人？我听不懂你在胡说什么。你背后如果没有人指使的话，就凭你这样的糟老头子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敢这么回苏家大闹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还真是小瞧了你呢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的背后的人是你永远惹不起的存在——飞天门。飞天门就是大夏3大宗门的那个飞天门。飞天门是大夏3大宗门之一，掌控了大夏的经济和武力，可谓是权势滔天啊！大小姐，飞天门的东主青龙大人，我们可惹不起啊！你可不能冲动啊！飞天门，青龙，哈哈哈哈哈！怕了吧？我现在可是飞天门的堂主，
谁要是和我们作对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那3个弟子之一的青龙成立了飞天门，也敢仗势欺人了，看来也该管教管教了。天，哎呀，怎么我也不打喷嚏了？什么？苏天月去苏氏集团闹事儿？坏了！当初我看他是苏家人，才让他当了堂主，没想到苏天月惹大祸了。快赶往苏氏集团！是。这么说，你们宗门的那个青龙学了点皮毛功夫，就纵容门徒仗势欺人？你放肆！竟敢直呼我们宗主的名号！苏念念，你竟敢羞辱飞天门宗主！大爷爷，今天绝对不能放过他！哎，苏念念，哎，你这个灾星，你竟然连飞天门的宗主青龙大人都敢羞辱，你是不是想害死这苏氏集团，想害死我们你？苏念念，你知不知道飞天门的宗主青龙，他可是老军官林仙儿的弟子，他动动手指头就能灭了。怕是他见了我，只会吓得两腿发软，跪下求我。你还敢羞辱我们宗主！我今天非要你的命！今天谁也不能保他！既然你知道青龙的师傅是老军官的林仙儿，那你看到本尊还不赶紧跪下磕头认师祖？念念一直在山上长大，难道他真的就在老军官？这不可能，他就一山上跑大野鸭子，他能有什么功夫？你别听他忽悠，他只不过就会点那妖术，根本就不是飞天门的对手。大爷爷，这个乡下丫头说的话，对飞天门简直奇耻大辱。我要是你，早就忍不了了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我这就通知我们宗主过来，当场撕烂你的嘴。苏天月，你撕烂谁的嘴？苏振月，看来被撕烂嘴的人只能是你。苏念念，飞天门的宗主都来了，你嘴上还没个把门的，还敢说这种话？你还不赶紧闭上你倒霉臭嘴！你要害死我们苏家你！想死你自己死，别牵连我们。爸，我们赶紧给苏念念撇清关系吧，不然我们苏家人都活不过今天。大老爷，没想到竟然惊动了宗主大人，求你在宗主大人面前嘴下留情，千万留我们萧家一命啊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你这张嘴废了，而你死定了。苏念念当着宗主大人面你还敢这么嚣张，你活腻了你！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连宗主大人都敢得罪，让我们苏家一起受牵连。念念姐姐，你是不是顺便也想把自己丧事也办了？你想死可别连累我们呀！还说我是乌鸦嘴，你们这些所谓的好嘴还真是恶毒。你这乡巴佬闹够了没有？你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错了，赶紧跪下来给宗主大人磕头道歉。让我给他磕头，你问他受得起吗？宗主，这个乡下来个小丫头，侵吞苏家的家产，而且还敢冒犯你，应该弄死他！闭上你的臭嘴！你是不是找死？宗主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徒儿教导无方，请叔父饶命。都怪徒儿教导无方，门下之人冲撞了你，请师父饶命。你叫谁师傅呢？我可没你这样的徒弟。宗主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那乡下来的小丫头，怎么还会是你师傅？对，我不是。从此以后，我和你们飞天门没有任何关系。这，师傅，徒儿知错了，求你不要放弃我们飞天门呐！宗主，他都说了跟宗门没有关系，你怎么还叫他师傅啊？宗主大人，您可别让我们家这灾星给忽悠了，他就会胡说八道、招摇撞骗的。那苏念念，就管不住那张臭嘴，就把天给捅破了。宗主大人，这跟我们无关。山上长大的野丫头，会几个歪门邪道，还真给自己当回事儿。姐姐，你这张嘴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了，现在还冒充飞天门宗主的师傅，宗主大人是何等人物？其实你能高攀他？说完了。宗主，您放心，我这就替您去教训这个不懂规矩、满嘴胡话的小丫头，撕烂他的嘴。放肆！你敢动我师傅？你还敢撕烂我师傅的嘴？
我让你这张嘴再也不能胡说。我说了，今天被撕烂嘴的人只能是你。我说话很灵的，被撕烂的嘴还这么聒噪。师傅，我这就处理了他。苏振岳，师傅饶你一条狗命，以示开恩。从今天起，你被逐出师门。师傅，徒弟清理门户来迟，让这些不沾烟的东西冲撞了你，请师傅责罚。起来吧。师傅，你肯原谅童乐？我说让你起来，并没有说原谅你。你手底下的人嚣张跋扈，仗势欺人，你身为他们的宗主，脱得了干系吗？现在你自己领罚吧。苏念念，你疯了！你大伯已经受到惩罚，你还敢继续这侮辱宗主了这？青龙宗主，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不过就是仗着自己在老酒馆待过几天，这在这得寸进尺呢。宗主大人明鉴，苏念念他就是山野村姑，满嘴胡话，蛊惑人心，你可别信他的话呀！苏念念，你这张嘴还要喊多久啊？住口！谁让你们这么对我师傅说话？师傅饶我一命令是我莫大的荣幸，我这就向师傅谢罪。这真能让青龙大人就自惭谢罪？这苏家这多厉害呀！那可是飞天门的宗主青龙大人呐，怎么说自残就自残了？多谢师傅。金龙，我罚你是因为你耽于权势，失了本心，忘了师父当年的教诲。若不给你个教训，以后你会死得很惨。弟子谨记师父教诲，回去之后立刻整顿门户，绝不再犯。去吧。师父保重。把他带走，严加惩治。青龙，送富国去医院治疗内伤。是。大小姐，你一个人行吗？放心吧，富伯，你好好休息，这里交给我了。念念姐姐，你还没有闹够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还记得爷爷临终前说过的话吗？爷爷临终前说，苏家有内奸，这个人很会演戏，很会伪装。苏欣欣，你今天的表现是不是太过于急切了？明知道苏振岳想要霸占苏家，还拼命为他说话，你到底站哪边了？苏振岳虽然仗着飞天门堂主的名号，但他背后的人绝对不是青楼，他不过是一个被推出来的棋子，用来试探，用来搅局。真正想要苏家，并且有能力布下这么大局的人，另有其人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大伯虽然是过分了点儿，可是他毕竟也是苏家的人，不过就是想为苏家清理门户而已嘛。没错，你别以为风头压得过我们，就可以信口雌黄。苏欣欣，你和苏振岳一唱一和，里应外合，演的可真像那么一回事儿。但是你们演的越真，就越说明你们背后站着同一个导演。欣欣，难道你……爸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就凭他的一句话，我怎么可能背叛苏家？苏家收养我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念念姐姐这么说，就是想拆散我们，这好独揽大权啊！苏念念，没有证据的事不要乱说。欣欣，她不会这么对我们。爸，大哥、二哥，还是你们最懂我。念念姐姐这么污蔑我，就是想把我赶出苏家。我就是要赶走你，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背后使坏的那个人，恐怕早就已经来了吧？事已至此，还打算当缩头乌龟吗？你这小丫头找死！那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四大家族的赵世坤，云城四大家族一直想要吞并苏家，难道大爷爷真的引而入室，刚刚他的母亲族？我也不敢相信。可是大爷爷刚才连我们都想控制，恐怕这次念念说的有些道理。怎么，你们苏家人好像不欢迎我？赵总，你别误会，只要你帮苏家解决这个灾星，我们当然欢迎你。爸，大哥、二哥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咱们一定要想清楚。苏欣欣，
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啊！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。你胡说！你这张嘴能说出什么好话？我大爷爷和赵总分明是来帮苏家的。苏家要真听你的，就再无翻身之事了吧？你闭嘴！一个乡下丫头懂什么？赵家有权有势，手眼通天，弄死你啊，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苏欣欣，赵家是给了你多少骨头？这么算计苏家，甘心当他们的走狗？小丫头，你小小年纪说话怎么这么损？小心祸从口出。我嘴损不损不知道，但你们这些损人必定会有报应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看看我说的话灵不灵。赵世坤，你今天来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来帮你们解决这个灾星。这位，你们苏家人应该都认识吧？当然，这是我们苏氏集团的法律顾问胡律师。你怎么来？我今天来，我们苏家人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本律师作为前董事长签约仪式的公证人，今天前来特地澄清一个事实。我现在以公证人的身份宣布，前董事长临死前签订的遗嘱和股份转让协议全部作废。这董事长签字的时候神情恍惚，身患重病，这一个精神病签的遗嘱和协议怎么能算数？根本不能生效。胡律师，我爷爷虽然身体虚弱，但意识一直清醒。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的篡改？是又怎么样？本律师是公证人，你能怎么办？胡律师，你的嘴真是比我还厉害，颠倒黑白的谎话竟然张口就来，你就不怕自己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我做律师就这样，在我的眼里，法律它只是工具，事实是可以包装的，证据是可以解读的。谁有钱我就替谁讲话，谁有事我就跟谁站一起。你不服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胡律师，当年我爷爷请你当公证人，是因为信任你，你就这么回报我爷爷？信任？信任能值几个字啊？爸，你听见了吗？爷爷就是个精神病，他立的遗嘱怎么能生效呢？而且苏念念根本没有认祖归宗，她就是苏家的一个弃女，于情于理都没有继承权啊！分明就是你们互相勾结、篡改真相，你们这是明抢！今天我抢了又怎样？你们能奈我何？我就是要让苏氏集团进行并购重组，改天换日，从此姓赵。你们几个都出局了。好了，现在这个局势很清晰了，你们几个把这个协议签了，这以后苏家嘛就由赵世坤先生接管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只要你们签字认可，我少不了你们好处。如果你们固执己见，以后恐怕连饭都吃不起。我警告你们啊，就算没有你们的签字，本律师有的是办法。这老话讲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何必把事儿弄得这么难看呢？爸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还犹豫什么？赵总这么做也是为了拯救咱们苏家，帮咱们安度余生啊！难道你们真的想被这个灾星害得一无所有吗？胡律师，你知法犯法，颠倒黑白，你的职业道德和良知都被狗吃了吗？道德、良知，你这乡巴佬真的很天真呐！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上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金钱跟权势是真的，懂不懂？胡律师，小心这帮丫头的乌鸦嘴，特别血腥，非常厉害。你还信这个？什么乌鸦嘴？那都是无知渔民的迷信，蛊惑人心的把戏，装神弄鬼的手段。我只信科学。是吗？那就让我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报应更灵？报应？这报应真的有效的话，这世上还要我们律师干什么啊？
吴正明律师是吧？我们是联合调查组的。联合调查组？我怎么了？现接到实名举报，并掌握确凿证据，怀疑你在多起案件中涉嫌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。你跟我们一起回去接受调查吧。什么？这吴家嘴真一样？不可能！你们没有证据，你这是诬陷！我是合法职业。有没有证据？跟我们回去就知道了。至于你伪造苏守义先生精神鉴定一事，我们也已立案调查。跟我走。你不是乌鸦，是你举报我的。爷爷临终前说过，四大家族对苏氏虎视眈眈。我要是没有提前防备的话，还怎么配当苏氏的新家主？你们可以不信乌鸦嘴，但你们不能不信因果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现在你们还要选择签字吗？或者你们可以有其他的手段试试。苏念念，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了。胡律师不过是倒霉而已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能改变得了大势所趋吗？爸，大哥，二哥，我们继续签协议。没错，一个小插曲无关大局。苏氏集团今天必须完成交接。不签！这刚才胡律师的下场你们都看见了呀。你们根本不是来帮苏家，你们是想吞并整个苏家。我们不会签这个卖身契。对，我们不签，打死也不签。那我就打死你们！哎，赵总，不要那么冲动啊！啊，大哥二哥，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这一切都是苏念念设计好的，你们不要再被她骗了。苏念念，你早就计划好了举报胡律师，破坏赵家收购苏家的好事。赵家实力雄厚，收购苏家明明是强强联合，是帮苏家起死回生，现在都被你这个灾星给毁了，你就是苏家最大的祸害。够了，西西，这样针对念念糊弄我们，大哥都看在眼里。什么强强联合，什么好事？他们是要把整个苏氏集团全部资产全部打包卖给赵家，是掠夺，是吞并。对，刚才如果不是念念，我们恐怕早就被赵世坤像垃圾一样扔在一边了。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帮他说话？你到底站哪边啊？常青常洛啊，你们别这么说欣欣。常青常洛啊，你们别这么说欣欣，他也是年轻，估计也是被赵坤、傅寒乔玉给蒙蔽了。爸，还是你最明白我。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我只是觉得大爷爷回来主持公道，少总能帮咱家渡过难关，我也只是好心啊。念念姐姐一直看我不顺眼，现在更是要把所有脏水都泼在我身上。苏建成，你活这么大岁数还是这么天真，简直是眼盲心瞎。苏念念，我知道你有些本事，可是欣欣她也是我的女儿，我知道她的本质还是好的，她不会出卖我们，不会出卖苏家，毕竟我们对她有养育之恩嘛。没错，你们把本该给我的养育之恩给了她，可她怎么对苏家，你真的清楚吗？你说她本质是好的，你说她是被蒙蔽了，好，那我让你们都看清楚，她的本质和好心到底是什么？亲爱的，你就放心吧，苏家老爷子已经死了，其他几个废物成不了什么气候。我已经找到苏振岳那个老东西了，他在国外穷困潦倒，唯一的用处就是回来以长辈身份压阵，再让胡律师搞定法律问题。苏家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苏建成那个老糊涂蛋啊，最好哄了。苏长青一个残疾，那个苏长洛又是个败家子，根本成不了什么事。只不过那个苏念念的棘手，我们得好好对付他，不能让他分到苏家一分钱。关了！你给我关了！自从我答应了爷爷的临终嘱托，就开始提防你这个内鬼，找人安装了监控设备，这些是其中一部分记录。
欣欣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视频是他污蔑的，是谁合成的？他为了理解我们，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。爸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别相信他呀！苏欣欣，你今天的表现的确可疑，视频都摆在这里，你还能狡辩？是把我们都当3岁小孩吗？你还反咬一口？难道你现在说的这些话，也是苏念念逼你这么说的吗？是旁外的东西。视频真的是假的，我不可能出卖你们的。假的？苏欣欣，那你手腕上那块百达翡丽限量款手表，全球不到10块，赵世坤戴的是同系列的另一块，编号相连的情侣表，这也是假的。欣欣，这么多年我待你如亲生女儿啊，我给你最好的生活，最好的教育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，这么对苏家呀？我们这是瞎了眼，像了一条毒蛇的人。我们把你当妹妹，你竟然联合外人想害死我们！你才是苏家的灾星！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我也懒得装了。苏建成，你以为你收养我，给我一口饭吃，我就得对你感恩戴德，当你一辈子的女儿？你也配？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，一个庸碌无能的老家伙。还有你，一个自以为是的残废。你呢，一个吃喝嫖赌的败家子女。苏家栽在你们手里啊，迟早会被败光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交给坤哥，坤哥至少能让我过上好日子，给我想要的。我劝你们不要挣扎了，赶紧签字。等坤哥接手了苏家，我还能发发善心，把你当条狗养，时不时啊喂你点狗饭吃。苏欣欣，你这个贱人！打得好，给我打死他！要不要给我清醒清醒？打得好，给我打死他！要不要给我清醒清醒？废物就是废物，瞧瞧你们苏家人，被我耍得团团转。这就是不识时务的下场。现在立刻给我签协议！苏家只要有我在，你们想毁了苏家，绝无可能。苏念念，你这个乌鸦嘴、扫把星，休想毁了我全盘计划，休想夺走我的一切！苏念念，我确实想看你了，没想到你一个山里出来的丫头，除了那张乌鸦嘴，能有这么多心机。不过你这个野丫头，在绝对权势面前什么都不是。你以为你这种小人物能扳倒赵总保全苏家？你太天真了，我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的。是吗？你们嘴里可真是吐不出象牙，想让我死，恐怕你们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哈哈哈哈！小丫头，你知道赵家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知道我背后站着谁吗？你们还敢继续违抗我，我就能让苏氏集团彻底破产，让你们苏家所有人生不如死。你背后还有人？那我得赶紧掐指一算。苏念念，你又搞什么鬼把戏啊？还掐指一算，真以为自己是活神仙啊？赵总，他不过就是一个装神弄鬼的骗子，根本没有什么真本事。黔驴技穷，故弄玄虚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活活打死？关心带煞，牵连财帛，难道你们背后的人是3大家族和云城城主？没错，我的后台就是城主苏念念，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看来城主的威名还是很管用的吧？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了吧？跟我们作对，就是跟整个云城作对。没错，
只要我们在城主面前说一句话，就能让苏氏在云城寸步难行，甚至家破人亡。苏念念，你现在跪地求饶，我还能给你一个做狗的机会。哎，念念，要不咱算了吧？光一个是赵世坤，咱还能对付，这别惹城主啊，咱真惹不起。是啊，念念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苏家的产业不要引爆。念念，不行咱们就认输吧，这也比全家死光强。听到了吗，苏念念？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现在认输，把苏家的产业乖乖交给赵总，或许我们还能留你一条小命。你以为靠这些歪门邪道的本事就能翻天？在绝对权势面前，你什么都不是，认命吧。你们就因为对手背后站的城主就想认输，把苏家几代人的心血拱手让给这些豺狼，还不敢反抗？一个小小的城主，若真有你们吹嘘的本事，又何须你们这些马前卒来这里丢人现眼？放肆！你竟敢羞辱城主大人！放肆！你竟敢羞辱城主大人！今天我非让人打碎你满口牙，割了你这张胡言乱语的舌头不可！赵总小心，这丫头的乌鸦嘴灵验得很，一般的手段对付不了她。他的底细，我早就查清楚了。他只不过是在老军观待过几年，学了点皮毛，真以为能唬住所有人？几位道长，请现申报，让苏念念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玄门正宗。无量天尊，你这黄毛丫头好大胆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人家一句话，你们就屁颠屁颠的跑过来，还真是听话。放肆！我们乃天王观修道之人，受赵居士所托，前来降妖除魔，拨乱反正。天王观可是云城著名道观，香火鼎盛，据说真的有修行高人在里边，跟老君馆齐名。念念，你能对付得了他们吗？苏念念，你从老军观学来的三脚猫功夫，在真正道长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，我看你还怎么装神弄鬼？道长们，一定要狠狠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死丫头。放心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，当场将她制服。修道之人本应清净无为，济世度人，可你们几个收了点好处，就为虎作伥，给为富不仁、阴谋夺产之人当下手。你们的道都修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说吧，赵世坤给你们多少钱，买得动你们这些天王观的高工来这里降妖除魔？无理！我们怎么做事，自有我们的道理。收钱办事，天经地义。师兄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拿下，废了他修为，看他还能不能嘴硬。好，布阵。陆念念，这回你面对的可是修道之人，我看你这些歪门邪道还怎么施展，你死定了！你们身为修道之人，只认钱不讲理，能有什么正法？别怪我不客气。陆念念，这回你面对的可是修道之人，我看你这些歪门邪道还怎么施展，你死定了！你们身为修道之人，只认钱不讲理，能有什么正法？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心术不正，财迷心窍，这浮沉怕是拿不稳，小心连自己的胳膊都保不住。妖女，死到年头还敢口出狂言，看我锁您这！看招！啊！我的胳膊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的嘴！你脚步虚浮，肝火旺盛，脾胃失调，阵法运作的越快，你的五脏六腑就越乱。我劝你最好别乱动。你妖女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们才不信邪呢！我的不可能！道长们，你们怎么搞的？
收了我的钱，一招没出，就被他的乌鸦嘴搞定了。哎，这咱家念念厉害了啊！这真是言出法随呀！哎，念念，你这嘴比他们那阵法强多了。你说这说断嘴就断嘴，说断手他就断手。只有你妹在，他随便动动嘴皮子，就没人能动得了我们苏家。没错，赵世宽，就你还想吃定我们苏家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出来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们就永远无法得逞。无知小丫头，你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吧？这人的气场还真有高手。师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不学无术，这个丢人现眼，还不滚出去！你是什么人？哼，苏念念，你这次惹到真正的大师了，他就是天王观的观主玉虚子。听过玉虚子的威名，我是听过玉虚子的威名，据说是能呼风唤雨、占卜吉凶，道法无边呀。这可是世为达官显贵的座上宾，被视为神人的存在啊！是啊，玉虚子大师是真的大师，据说实力比老君观的道长还强。这种人物都来了，念念，你还行吗？哈哈哈，他当然不行了。玉虚子大师，这个妖女用她的乌鸦嘴伤了您的弟子，你可不能放过她。小丫头，听说你是从老君观出来的？哼，老君观现在真是越发不成器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收，教出来的徒弟半点规矩不懂。玉虚子的名声倒是如雷贯耳，不过名声大未免真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恐怕也是徒有虚名，沽名钓誉之辈罢了。放肆！你那张乌鸦嘴不过是下三滥的诅咒之术，今日贫道便带老君观清理门户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就说你怎么面熟，你就是当年老君观的清风吧？什么清风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没错，你就是我师父的师弟清风，当年打着老君观的旗号招摇撞骗，骗钱骗色，被我师父逐出师门，对吧？你胡说！怎么被我说中了？说话都结巴。这些年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混不下去了，又跑来这里给人当打手，你羞不羞？住口！你这黄毛丫头，竟敢污蔑尊长！今日贫道便废了你所有修为，抽了你的筋！尊长，你也配？怪不得你的徒弟都是贪财好色、心术不正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放肆！就算你师傅在此，也不敢如此跟我说话。你这张嘴真是欠打！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些年我在山上最厉害的功法就是这张乌鸦嘴，你要是不服，可以试一试。你那张嘴算不得什么。既然知道贫道是你师叔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，听候发落？否则休怪贫道不顾念同门之谊，以大欺小。瞧瞧你身上可还有半点清修之气，我看你这一身行头又是玉簪又是宝石浮尘，靠骗来的钱置办的吧？就不怕老君爷怪罪，一道天雷劈了你？你少在这危言耸听！贫道每日虔诚供奉老君爷，这尊老君玉坠是贫道开光加持，老君爷自会庇佑于我。岂是你这妖女几句污蔑就能动摇的？你伙同赵世坤这等恶徒，企图侵占他人产业，伤天害理。若老君爷真有灵，又岂会奉你这等恶徒的供奉？我看这玉坠非但不能保你的命，反而会因为你的恶行遭来灾祸。胡说八道！老君爷明察秋毫，自然知道贫道是来降妖除魔、匡扶正义。我的老君像，哎，这老君爷显灵，不再保佑这堕落的道士啊，还是念念的乌鸦嘴又得念了。你看吧，老君爷已经不认你了，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老君爷已经不认你了，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大师，别发呆了，这丫头的嘴太邪门，
先封住他的嘴，让他不能再胡说八道。妖女，任凭你巧舌如簧，蛊惑人心，今日贫道便让你再也开不了口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敬儿口舌，吃！你怎么了？念念，你说不出话了。这怎么办呀？念念，你这嘴真让他给封上了呀？什么？这位老道士还真有点本事。念念的乌鸦嘴再也不敢用了。这怎么办呀？念念，你这嘴真让他给封上了呀？什么？这位老道士还真有点本事。念念的乌鸦嘴再也不敢用了。你个老王八蛋！你竟然敢偷袭我妹妹！哈哈哈！这妖女的乌鸦嘴被封住了，看你还怎么作怪！没了这张胡说八道的嘴，你就是个废人。怎么说不出话的滋味好受吗？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求饶。赵总，我现在便将妖女绑了，带回我的天王观，慢慢折磨。你答应给我的钱，不要忘了。放心，1分钱也不会少你的。合作愉快。师叔，你这手段可真卑劣啊！嘿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我女儿吉人天下，吉人天下啊！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以前我还总说你是一乌鸦嘴，看来是我不长眼了。咱妹妹这哪是乌鸦嘴啊？咱妹妹是咱们苏家的福星啊！是，这怎么可能？哎，七分师叔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除了招摇撞骗，功法是一点都没有长进啊！不可能，我的禁言伞你明明吸进去了。禁言伞？我还以为你练成了什么了不得的符咒神通，原来还是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江湖鬼把戏。你刚才袖子里藏的是一种神经性药末粉尘，你想用它来麻痹我的面部神经，让我说不出话，对吧？可惜啊，你出手前的小动作我早就已经看到了。趁你得意忘形的时候，我已经偷偷服下了解毒丸。你的小伎俩对我没用。你血口喷人，污蔑贫道，坏我名声。名声？你的名声还需要我败坏吗？听说这么多年，你靠着鬼把戏和障眼法，用假药骗了很多走投无路的可怜人。你这些年赚的黑心钱，每一笔都带着他人的血泪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，我那都是真本事，是救人。救人？那些被你用假药骗得家破人亡、走投无路的人，他们的冤魂可都看着你呢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你造的孽都会一一应验在你自己的身上。你还敢胡说？或许报应就是现在。我的肚子，我肚子好疼啊！这种痛恐怕是被你害我肝腹水病人的感觉吧。我喘不上气。看来被他用香灰符水耽误的肺痨病人，也想让他尝尝痛苦。我的腿没有知觉了，我的腿，这就是他害过那中风偏瘫的病人的感觉吧？好痒，我好痒，我身上，我浑身都在痒。这肯定是他的假膏药，害得全身皮肤溃烂的病人曾经体会过的痛苦。老骗子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你活该。他们的痛苦，你现在可以好好感受一下。师侄，念在我们同出一门的份上，你饶了师叔这一次吧。你今日的痛苦非我所赐，而是你这么多年造成的罪恶积累的恶行，反噬己身，这是你自己应该承受的。我认错，我悔改，我再也不骗人了。我这就把骗来的钱，不义之财都退回去，加倍还。不够。我去自首，我勾结权贵，诈骗钱财，甚至做过害人的风水局。我接受法律制裁，从此闭关清修，忏悔罪业。真心悔过，才有机会赎罪。记住你今天的感受，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，一切皆有定数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如果再坑蒙拐骗，下次的反噬肯定更严重。我记住了，我这就去。
去该去的地。你干什么大事？你怎么能这么优人书了？你还给他磕头，简直是废物！大师，你怎么能输给一个小丫头呢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让开！我劝你们莫把因果报应当作妄言，你们好自为之。现在轮到你们了。赵总，你可不能怕他呀！这些都是苏念念的鬼把戏，你不能被他吓到。你闭嘴！苏欣欣，都这时候了，你想害死我吗？滚开！苏小姐，苏董事长，我错了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。赵淑芬，你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忘了20年前你们赵家生意失败，被债主逼上门，是谁雪中送炭，借给你们巨额资金，帮你们渡过难关的？那是我们苏家。没错，我们苏家源于你们赵家，可你不思回报，反而处处针对苏家。如今趁我们苏家内乱，勾结内贼，想要一口吞掉我，你这就是不知感恩、忘恩负义，你这就是白眼狼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忘恩负义，我不是人，这不是我的主意啊，都是他，是苏欣这个贱人勾引我，要和我里应外合，把苏家的一切都搞到手。赵世华，你怎么能把脏水往我身上泼呢？明明是你强迫威胁我，说我如果不听你的，你就要毁了我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我能怎么办？我都是被你逼的。你放屁！苏欣欣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还想害我？我愿意赔偿100倍、1000倍赔偿苏家的损失，我愿意把赵家一半的产业送给苏家，给我一条活路啊！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好好反思，想想以后怎么做人。滚！好。爸，大哥、二哥，我真的是被逼迫才走投无路的。苏欣欣，事到如今你还在忍，还想博取同情，推卸责任，你可真是一个处心积虑、蛇蝎心肠的白眼狼，丧心病狂，毫无人性。苏念念，你就是被苏家抛弃的灾星，你凭什么回来？凭什么掌管苏家？凭什么长在我头上？我不服，我不甘心。你就是运气好而已。你住口吧，你这个孽障！念念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我们苏家的真千金。她不是灾星，是福星，是救星。如果没有念念，苏家早就被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给毁了。你勾结赵世坤，出卖苏家，辱骂长辈兄弟，你才是祸害。苏家的灾星是最大的祸害。苏欣欣，我们苏家养了你20年。锦衣玉食待你不薄，可你呢，不知感恩，还勾结外人，企图鸠占鹊巢，不配是苏。苏欣欣，你才是苏家最大的孽障，滚！好，我滚。苏念念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这种人早晚栽跟头。你还真是个乌鸦嘴。念念，我的女儿，爸对不起你啊！今天要不是你，苏家就彻底完了。你就是苏家的恩人。念念，大哥跟你道歉。以前我总以为你回来是为了抢我们的家产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今天我才明白，原来你才是那个能带领苏家走出困境的人。念念，二哥服你，心服口服。以后你就是苏家的定海神针，二哥就听你的。爸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们不必如此。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福星或者灾星。所谓的厄运，不过是自家人坐吃山空，不思进取，互相猜忌，这才给外人有了可乘之机，厄运自然会接踵而来。只要你们能幡然醒悟，停止内耗，把心思用在正道上，那么好运自然也会来。今天苏家能度过这一劫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更是你们愿意在危难时刻愿意站在一起的决心。
你说的对，爸明白了。从今往后，苏家你是家主，苏氏集团你是董事长，我们都拥护你，绝无二心。对对。那我们今天就让所有人看着，苏家从今天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大哥，这么多年你都坐在轮椅上，有没有想过命是可以改的？我的腿有知觉了。我的腿有知觉了。哎，二姐，我的腿能动了。谢谢你，大哥。若想改变命运，你要有一颗不肯放弃的心。哎，大哥，你鱼鳃的经脉才刚刚疏通，还需要时间恢复和锻炼。但是站起来重新走路只是时间的问题，以后你要按时吃药，坚持锻炼，总有一天会站起来的。好，大哥都听你的。谢谢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我的好妹妹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们都尽量满足。真的吗？那你们可听好了，我想要烧鸡、龙虾，还有芙蓉糕。有，念，只要你想吃，什么咱们都有。大哥马上给你准备。念念，你是我们苏家的福星，你喜欢什么，咱们就吃什么。福星灾星，好运霉运，一切都是定数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也是所有人新的开始。以后只要我们苏家人真诚相待，踏实做人，努力经营，好运自然来，福气自然聚。祝大家做好人，行好运，享好福，发大财。